这真的是一个很深的花园，我真的小看它，看入口以为就是一个小小的花园，绕一圈，就现在走了可能有100公尺了。Good day， 妹，我是 Cecil。Hi， 我是 Josh。欢迎收看 Cecil 生活频道。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泰国的一个蛮特别的地方，这里是暖武里，然后我们现在要去一个岛，叫做Kokret， 对，这个岛很特别，是它是泰国仅存的孟族的人的居住的地方。我要补充一下，就是孟族他其实是原本是住在缅甸那边，然后后来是因为缅甸就是算是政府镇压、缅族镇压，然后他们就不得不来到这边。然后那时候泰国的人就是对他们算包容，所以他们就住在这边，算乡下地区。也算是就是泰国市区的人想要去休闲，就是浮生偷得半日闲的一个蛮不错的一个景点。然后听说那边那个岛上最有名的是陶瓷。对，所以我在想说，我们是不是要来泰国的莺歌？对，泰国的莺歌。出了曼谷，就像出了台北，也差不多1个小时啊，整个路程应该差不多1个小时的路程这样子。对，好，那就跟着我们一起来看吧。我们从曼谷市区出发，先搭捷运进入暖武里府，再转搭一段公车，不用1个小时就能来到这座传说中的孟族陶艺小岛 Kokret。虽然交通不算便利，但也因为这样 ，Kokret 保留了淳朴的慢生活节奏。就许说来到这边真的很像来到三重泸州之类的，在高架桥下面的街道，是拥挤，然后又是有点旧的感觉。这里就写 Welcome Road to Kokret。我们现在就要坐船去 Kokret 岛上。搭上小船，穿过河流，大概几分钟，我们就到岛上了。Kokret 虽然离曼谷不远，但一上岸就像进入另一个世界。我们现在顺利到岛上了，那要来探索这个地方。对，算是一个蛮大的岛啊，大概如果要走的话，可能也要1-2个小时。对，我们打算租脚踏车。我们现在到这个 Kokret Island 呢，就是刚刚有讲过，它是算是少数民族孟族的居住地。然后你可以看到它那个招牌上面啊，除了上面很明显是泰文、英文，下面那个的话其实是类似他们孟族的语言。然后你可以看到，如果说你们有学过缅甸文的话，他们是跟缅甸文很雷同的，对，很多圆的感觉，对，就不一样的一个写法这样子。然后下面有一个 OTOP 啊，我要特别讲一下 ，OTOP 在泰国是大概在台湾的时候有没有听过一乡镇一特色？以前有一个那个，像是蒋经国时代有推行的一个政策，就是你要在一个乡镇里面找到一个特色的特产。然后他们就把这个特产推广，然后这个 OTOP 跟就是类似的道理，就是他们在这一个县或是这个省里面的一个比较注重的主要主推的特产，它就是可以在这边买得到这样子。对，是什么？要看啊，有些像是你就是要进去看才知道啊。对。一上岛这边就是这个 Kokret 的主要的街道，就可以看到很多小吃摊贩。这里特色就是可以吃到孟族的料理，所以我们等一下来看看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孟族人以制作陶器闻名，世代传承的手艺让这里有陶艺之岛的美名。除了陶器，这里还能找到许多孟族风味的小吃，像是冰米饭、炸花以及各种香料甜点，都是这座小岛独有的味道。这个岛基本上是没有汽车的，其实连有看到机车，但我觉得连机车甚至脚踏车都不太好走，对，因为它就是小小的路。我们租了脚踏车，准备慢慢骑一圈。Kokret 虽然是小岛，但范围不小，边骑边逛大概要1-2个小时。不过沿途有手作工坊、小吃摊，还有不少可以看河景的地方，节奏刚刚好。来吃这边的特别的甜点，很神奇。我们买的甜点。泰式和果子1盒26块泰铢而已，看起来超精致，但是就是怎么会那么便宜？对啊，比10元寿司便宜。它是豆子类的，有很甜吗？豆沙类的东西。外皮那就真的很像和果子。我要吃看看我的这个莲雾和果子。如何？那是豆沙，对不对？
我觉得是比较有嚼劲一点的豆沙，因为它是外皮是，然后它的外也有那个斑斓的香气，就我喜欢斑斓叶的香气，觉得还不错吧？当小点心很适合。对啊，这个在台湾真的，我这辈子第一次看到这种甜点，对，厉害。而且就也不是日式和果子的味道，就还是有区别。我觉得这个岛目前走起来整个都很舒服，而且它可能因为我觉得观光客还没有到很多，就是整洁的部分维护的还蛮干净的，垃圾桶还蛮常可以找得到，然后地上的话也就不会有太多乱丢的垃圾，而且这边的巷子就是我觉得非常的 chill。来到这个景点叫做 Crab Buddha Garden， 一个花园，来看看。这个电风扇不知道会不会亮，它其实很长我以为只是一个小花园。这真的是一个很深的花园，我真的小看它，看入口以为就是一个小小的花园，绕一圈，就现在走了可能有100公尺了。有，终于看到可以回转的地方了。可以继续往下，会不会等下就直接走到岛的另外一边了？千万不要小看泰国人的花园。这里出现一个巨大的榴莲像，有一个查地图应该是暂停营业的花园，看起来蛮高级的。这个岛的北岸这边可以看到对岸有一个坐佛，蛮大的大佛，然后它后面有一个正在建的卧佛。进入了一个很像商店街的区域。来买冰，来吃那个古早味饼，看起来蛮像那个他们这边的现象，都不在此香哦。你那什么口味？香味没有，真的是，我觉得只能说是色素味。好，清冰啦，我是点百事可乐的味道，应该也是化学味吧。然后跟小时候吃的那个可乐冰很像，可乐糖，这里人超多的。甜蜜蜜，你笑的甜蜜蜜，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开在春风里。我们现在用 Google 翻译大法。好像没有。不对，这个我们现在位置在这边，然后打场地方其实就是我们原本要这个地方，对，不在这里。但是走回去吧，顺便吃个东西。岛上有不少看起来不错的餐厅与酒吧，我们找了间安静的咖啡馆，坐下来吃午餐。打抛饭。对岸传来很像台湾，有时候在乡下也会听到那种很大声的卡拉 OK 的声音。阿公阿伯，找那种中生代以上的，而且这个中气很足。果然真的是，我觉得只有亚洲才会发生的事情。对，只有亚洲才会发生。我觉得欧美应该很难会有这样子。要回对岸了。好啦，这就是我们到 Koh Krat 这个岛的半日游的行程。对，还不错啦，我觉得就是一个体验泰国农村生活这样。对，而且这边真的观光客几乎都是在地人，我觉得他们可能觉得我们这个2个讲中文的人为什么会闯来这边，但是我也真的很喜欢 Koh Krat 岛的整个气氛，因为我觉得就很悠闲的农家的感觉，然后食物其实也不错，然后价格也
没有说特别，对，没有特别贵，对。骑脚踏车的路线大致还算蛮悠闲，只是就是有时候到有一些比较多人卖东西的地方，就真的要用牵车的。它这边的很多那种酒吧、小餐厅都是在河岸，非常的 chill，包括我们去的那一间，我自己觉得，如果你喜欢那种就是比较悠闲跟曼谷大都会不一样的风格的区域的话，其实是可以来。对啊，可能大概就是像淡水或巴黎的那种感觉。对，其实说真的也蛮像的。不过整体而言，我觉得我很喜欢 Cold 这个地方，它真的算是很冷门的国际观光客会来的区域啦。因为我们要不是因为跑来暖武里这一带的话，也不会发现这个地方。好啦，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帮我们按赞跟留言，也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下次见啦，拜拜。